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更换进站引擎吊耳的滚珠轴承。因为说实在话，这一块就这个引擎的吊架、吊座，这个我们是都讲吊耳啊，引擎吊耳。那在雅马哈的零件图上面却是显示这个零件，这个滚珠轴承，它是叫曲轴箱轴承，所以你们在买零件的时候，可能要跟店家稍微讲清楚一下。原则上，它就是引擎吊架跟引擎连接这边的滚珠轴承。那可以看到我已经拆的都差不多了。之前的步骤跟更换引擎吊架的步骤是一模一样，所以这边我就不赘述了，所以我就直接是拆到这边我才开始。那以滚珠轴承来说，这要说到很多朋友都会提到说特工就是特殊工具，但是我自己的习惯啊，除非真的是那个要拆装的零件，它真的没办法，我们自己去找出自己去拼装工具来拆除，我才会去借特殊工具回来用。要不然一般来说，我都是尽量以我们大家手边找得到的零件下来做拼装，然后来做拆装。那原则上要拆滚珠轴承，第一就是其实拆滚珠轴承跟拆那种末路，就是那种像这种胶套，它使用的工具基本上都差不多了，但是这一种基本上用油压的会好很多。你自己要手动，像手动自己找零件下去拼装成工具下去拆的话，那个难度真的非常高。这种末路都一定要用这种大颗的，建议是都用特工，要不然就是用油压的下去逼。那像我们这一种的话，滚珠轴承或者说比较薄型的轴套的话，去找一支螺丝，尽量找这种粗牙的，它这个牙体比较粗，然后长度的话就可能看你要拆装的部位在哪里，跟它可以容许的宽度下去做决定，然后根据零件所在的位置，你去找出对应的类似像这个我是拿套筒，因为以进站的这一个轴套这个轴承来说，现在我们看到这边，它这边的宽度是我印象好像是3.5公分吧，这边，但是它的里面就没有那么宽了，它的里面大概就是我拿的这个是17号的套筒，我已经做过量测了，它里面这边，它后面这边的宽度跟这个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就是把它套在这边，然后应该是这样子，我们把螺丝穿过套筒，然后顶到这边，然后稍等一下，都套好以后，可以先把螺丝弄短一点，就是把螺丝锁过去，然后这边找一个比这个轴承
轴承做宽的套筒，套在这边。像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就是要利用后面那颗17号的套筒，把这颗轴承顶出来，顶到这个套筒里面去，所以一定要比它宽。放进去以后，然后但是你不能，你怎么说？你不用找到一定要刚好的，但是至少你摆放的地方一定要这个套筒能够稳稳的放在上面。比如说像这样子，然后找一个够厚的垫片，让它稳定的套在上面。螺丝，如果你施作的范围，你施工的范围允许的话，长一点会比较好。因为我手边能够找到的大的套筒就是这一颗41的，但是它太厚，然后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螺丝会比较长。然后都确定稳定以后，拿工具先把后面的螺母套住，因为顶好后就可以开始锁。在锁的时候，你要稍微去注意哦。那种如果你突然发现它突然很紧，像刚刚不是有啪一声，它啪一声就是因为那个轴承跟外面那个座脱开了。然后我是懒得把引擎吊架分开，我就直接这样套在上面咯。现在是有一点点紧度，但是没有说很紧，因为这种轴套东西它一定是到了底，它不可能逼得很紧啊，因为它的座本身就是铝的，所以如果它逼太紧，可能铝会裂开。好，这样就下来了，有没有？它的轴承就已经拿下来了，然后再把我们自己准备的工具分开，轴套就下来，轴承就下来了。那我会更换轴承的原因就是，我上次在更换引擎吊架那一片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们不知道引擎吊架的拆装的过程步骤的话，可以去看我之前那一片拆装引擎吊架的那一片，那一片虽然介绍的蛮详细，因为我在那一片里面我有发现，我的引擎会晃动，并不是引擎吊架造成的，而是这一个轴承
这个轴承应该怎么说？它的状况不是很好的，因为在转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发现它有一个会有顿点在，然后这个应该也是原厂的。在转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咔咔咔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有一点点的晃动感，有没有？像这边应该可以看到，它轴承放的地方跟里面它有一个阶梯状，它就是轴承挤到里面去的时候，挤到那边就停住了，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，因为我那一天去买零件比较急，我这个没有买到。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，有没有？它会有间隙在，我不确定是因为我外面这边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它虽然颜色有变化，里面这边就是这样子嘛。轴承在磨的地方，它这边有颜色比较不一样，没有磨到的是这个颜色。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并没有过度磨损的感觉，很顺啊。所以应该是轴承套，应该是轴承里面这边磨损了。然后反而不管，这一颗就是要换掉。那轴承其实我目前看过的车辆啊，应该好像只有进站1、2、3，好6代进站就没有这个滚珠轴承了，就是前几代的进站，它好像都是用滚珠轴承。然后其他的速克达车款好像也没有看过。那原则上，如果你是比较属于这种轴套，这种末路这种胶套的话，如果是这种太宽太大的，这个真的建议用特殊工具，或者是用油压的把它压出来。然后如果是这种比较薄型的、比较小颗的，都可以用我们自己准备的这种工具，很简单，然后也不贵。其实像这一支，你去螺丝行买的话，一支也没多少钱，然后买2颗螺丝，然后够厚的垫片，因为刚刚我们逼出来的时候。这个滚珠轴承，你必须要有空间让它进去，它才能把它逼出来。然后反向的时候，要回去的时候就不用了。要回去的时候，就是后面那边找一个大一点的挖匣，塞过，一样就是这样塞过来。它只要能够让我后面的平面出现，然后这一颗，假设这一颗是新的，我们就要放下去，然后这边也是找一个大的挖匣套过去，然后也是要这个平面要注意哦，所以我才会说前后都要用这种够厚够大的挖匣下去做。当平面整个都压好以后，再慢慢锁让它进去。这样讲懂我的意思了哈。那反正等一下我会实地操作一遍给各位看。那我后面应该是会用这片比较小的，因为这样可以看到它刚好是顶到外面的平面，外侧的后面的平面它顶得住。然后因为这个比较大的挖匣，它可以顶在轴承的外侧，因为你不能顶里面哦，
像这一块，这块比较小，它也是顶得住，但是如果你稍微歪一点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它这个侧边会受到压力，可能会压到里面去。总之，你准备的蛙匣一定要比你要压的东西宽。这样讲懂我意思吗？这样子才能去做，要不然其实用这个也是可以啊，用原厂的这个，只是这个它这边太长，到时候顶到后面那边的话，会顶不下去。像我准备的是这个 SKF 的这个，我这个料号我有大概查了一下，跟网络上的资料好像有点差别在，但是材料行那边是说确定 OK， 然后这个是轮子用的、轮圈用的滚珠轴承，然后我大概测量了一下，尺寸是正确的，没有错了。然后当我们要装新轴承进去的时候，记得这个座里面一定要都清干净哦。然后一个重点就是后面这边也要清干净，因为你后面这边如果没有清干净，还有卡脏东西，你会导致后面的垫片在上去的时候，它会歪一边。懂我讲意思吗？它如果歪一边的时候，到时候我们再锁，它整个施力就会偏一边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一定要记得。然后像轴承在上去的时候啊，可以先平面放好以后，适度的稍微去敲击一下，让它的进去的面多一点。你像我们一开始是放这样子嘛，你如果在这边稍微歪一点，它整个就歪掉了，因为它这个间隙已经非常非常小，我们稍微放住以后，稍微的平均的把它敲进去，它咬进去的地方越多，它后面就会比较正。轻轻敲就好哦，它这个座可能敲太大力，它会受伤，会断掉。能够敲多少算多少。我觉得我这个座之前可能有被换过，然后你看我轻轻敲，它就已经进去这么多了。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座可能有问题啦。然后，总之你们要看状况做事情，不要说，我曾经看过有人交换轴承，他就是逼出来以后，那个新轴承放上去，电动工具一直打就啪，是没有错进去了，但是里面那个座都歪掉了。然后这样轻轻的敲，尽量的敲。确定它都有平均的进去以后，再来做最后锁的动作。这边差了一点。没办法，买中古车就是这样子，你根本不知道前面的车主或者车行到底做了什么事情。好，
大概敲到这样子进不去了，因为声音在敲的时候声音都变了。那我是选择用原来的这个它的套管放进去，这样下去锁。如果你发现你的座也是有受损的话，真的就只能硬着头皮让它进去了，因为至少你进去以后，它变形的那个刮下来的那些碎屑，它可以把轴套紧紧的包在里面，至少它不会乱动。好了，终于锁上去了。那补充一下，就是你们找的这只螺丝，尽量跟你们要使用的套筒尽量一样粗，就是它的孔径尽量接近，要不然你在锁的时候，它很容易在里面歪斜。然后再来就是材质很重要，因为我刚刚有一段时间就我忘记按录音，我中间有稍微做了修正，就是因为螺丝的强度不够，它有点歪掉，所以会导致有点跑掉啦。然后加上我本来这个座就不是很完整，好啦，那这个就是今天不专业的、不使用特殊工具更换进站引擎吊耳轴承的方法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